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，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力气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 什么意思啊，你这人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杨秋干什么呀？哎，你给我下去！杨秋芷，害死我爹！你罪有应得！我靠！我这是突破人类极限了吧？这都摔不死！哎，我怎么连衣服都换了？难道是出车祸？这车还带自动换衣服的功能？这也不科学吧？不管了，安迪呢？安迪，
其状如离而赤手，其音如溜溜，这分明就是传说中赤脚大仙座下的神兽，叫赤天狗啊！赤天狗？什么天狗地狗、赤斗银斗的呀？这就是本小姐今儿在山上逮着的一个小怪物。往后就听我一个人的号令。 安迪，安迪，哎呦，哦，安迪，安迪，安迪，相机，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 没得东西算是万幸。这位美女，咱先留个联系方式呗。干嘛这么认真啊？玩什么 cosplay 呀？周子，扣了。哟，你们这是拍真人秀呢？哎，摄像机在哪儿呢？哎，导演在哪儿呢？哎，美女，你看我这刚刚出了车祸，这从山上摔了下来，这一时半会儿，哎呦，这脑子有点乱。但是你看这外面，这天都快黑了，这山上可是有野兽的。 这天黑之前，咱们得赶紧一块下山，去喝杯咖啡，聊聊天，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。你长这么漂亮，肯定是大明星吧？哎呦，我还从来没有跟大明星合过影呢。你等一下啊，我拿下相机啊，咱俩合张影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很快很快。 人呢？人呢？神仙姐姐，大明星，大美女，大美妞。我去！三妻四妾啊！这么明目张胆！哎，我想问一下大哥，这是东方好莱坞韩国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住嘴，听见没有？跟你说别让你叫了。安迪，安迪，安迪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安迪。 这位小姑娘，看在我还没有完全讨厌你的份上，要不然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。你既然这么喜欢我的贵重宠物，咱们两个不如……哎，干嘛呀？那个，既然
看你这么喜欢我的贵重宠物，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去喝杯咖啡，聊聊天儿，谈谈人生什么的。怪人，你就是个怪人！这畜生本来就是我抓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第一，他不是什么畜生；第二，我跟他是父子关系。父子？哎，不是，是情同父子关系。反正跟你说这么多你也听不明白。安迪，咱们走。安迪杨，安迪杨，什么安迪杨啊？这本小姐打来的野货，自然就是本小姐的。等着我晚上把你红烧了，一根毛你也分不着。你试试，还烧了我们家安迪啊！我跟你说，第一，他叫安迪杨，是我的宠物，当然也在我们单位兼职，这个另说。第二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野货，他是纯种100%泰迪家养的，懂吗？第三，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畜生，再也不要跟我提什么畜生！哎，他就是那个姓杨的畜生，前2天赌博欠人钱跑的那个。啊！我说看着他那么眼熟呢，他就是那个小流氓！我呸！哎，对，就是他骗了好几个呢。都嚷嚷什么呀？谁呀？都谁呀？你们看他的手里，这分明是供奉的神木啊！天哪，这可是要凌迟的大罪呀！凌迟啊！大罪呀，罪不可赦呀！哎呀，冤枉啊！冤枉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边，吵什么？老大爷，那个我冤枉。哎呦，老爷您慢着。哎，真正的老大爷来了。小伙子，本县很忙。这个哪儿来的？这山上捡的呀。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它很重要，我很重视它。倒也是知道啊。真的是捡的？老爷，您瞅瞅，这还新鲜着呢。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小伙子你折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它不就是根树枝吗？我就把它折了，怎么了？认了？不，小伙子，念在你没有读过书的份上，本县给你普及一下，这是咱们广德县文庙里的神树。啊，神树？是咱们太祖皇上钦定的。钦定的，谁都不能冒犯。哎，对，不能冒犯。看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的样子，明显就是犯罪后心里慌张的表现。不急，慢慢来。养好精神，秋后送你上路啊！大老爷，我真的冤枉啊！这树枝不是我折的。再说那个，哎，他还抢了我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关他呀？爹。爹，那怪人真犯了那么大的罪啊！本来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小流氓，正好咱们县还有一个凌迟的指标，就他了。哎，他不是得罪过你吗？这不真好解恨了吗？其实也不算是得罪。行了，爹很忙，阴府那件大案得赶紧结了，要不然麻烦大了。好了，玩去吧。张龙赵虎在哪儿？过来！哎，走。是。老爷。安迪，携款私逃，当杖责100；冲撞知县千金，罪加1等，砍伐神木，秋后凌迟。仁兄，够走运啊！走运，走你娘的大头运！哎呀，杖责100，秋后凌迟，痛快！哎，我说这位狱友，狱友，狱友，好词儿，有点意思。这位大哥，你能不能不在这儿幸灾乐祸呀？我这明显的冤假错案，好吗？你们这都什么破地儿啊？连最基本的伸张正义的地儿都没有，这儿的法律也太粗糙了。我们这儿？对啊，这是哪儿啊？
此地乃永乐京师辖下广德县啊。兄台不是本地人呐？永乐，京师，安迪阳。本姑娘啊，本来准备今天晚上就把你给炖来吃了的，可是看在你爹马上就要被骗了的份上，要不我先养着你。大弟呀！说，哎，别打了！哎呀，说打了我招！哎，我招！老爷招了，都是我干的，都是我干的，这是神盾呐！哎呀，老爷，您这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本县应。您老爷，您看您这2天都劳神了。哎，在贵府出现这样离奇的惨案，这都是本县管理不当、主持不力。受累了。你看下官实在是惭愧宋伯伯呀！您真的是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宋兄，您这宋兄破案神速，我们何府上下是感恩不尽啊。这事儿啊，要说就怪我对下人管教不周。都招了，老爷都招了，就是他。那这样，把他拉回县衙，上点膏药，跟那个什么姓杨的一块儿这个断狱吧。啊，是。走，走慢走，慢走。起来。干嘛呀？不松不紧，再松点的话就更好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穿越到这儿，要被凌迟处死不说，还被人捡肥皂。你干嘛？我这不正指导你呢吗？你这身体状况，受300多杖肯定是过不去了。也就能受个30、40杖吧。啊！尽量如此，保持身体，保持状态，争取受杖责而死。到时候就不用受秋后凌迟之苦了，那可是3000多刀啊！所以我说仁兄好运。大哥，你能不能行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这是冤。别比冤，龙某比你冤。哎，龙某比这所有人都冤，命该如此。靠！使劲打！你个王八蛋！真打呀！给我使劲打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鳖孙舅他娘是个混蛋，还好这么快给抓住。可不是，吃着一老家的饭，还搞人家小姐，还搞人小姐的妹妹，还都给搞没了。呸！呸！把这孙子给他娘剐喽！老爷，证据已然确凿，这厮就是奸杀白氏姐妹的凶手。您看看。来人了！等等！虎弟别怕。县令大人，你这案子判的不对。再给我使劲打！打！不能轻饶了他。对，于师爷，哎，老爷你再说一遍啊，约莫就在那时，3个时辰后，白家小妹另爱的尸首就软趴趴的搭在了床沿上。3个时辰后，软趴趴的搭在床沿上。搭在床沿上。3个时搭在床沿上。3个时搭在床沿上。搭在了床沿上，软趴趴的。这3个时辰也就是6个小时，这人死了6个小时，身体还软趴趴，这不科学。这不科学！保护宋大人和白千总！跪下，跪下！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手持凶器冒犯公堂！老爷，当再正责100。
来呀！慢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厮到底想说些什么。是。是。大爷啊，不是，老爷，青天，大老爷，您刚才审的这个案子，审的不对，大胆！好了，你大胆！让他说完。这不科学。科学。大爷，我刚才听了个大概，恋爱双双遭难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顺变。大人，我还有个问题要问，请问您贵姓啊？小人家丁甲。家丁甲。您何时行的凶？大概在某时。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？5时。好，那么问题也就来了，这人死了6个小时，啊，3个时辰，这死人还软趴趴的，这不扯吗？一派胡言，不知所云。这样走，打死！同意。哎，这不科学！够了！你这毛头小子到底想说些什么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留下最后一句话。这案子判断有误，凶手不是他。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夫君是个老实人，他是不会做下这样的事的。如果我判断有误，我甘愿替家丁甲立死。我让你说1句话，你说了几句啊？拿本千总不当回事儿。来呀，打入大牢，打入死牢！哎，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！大人，这不科学！太周重了，太周重了！大爷，这边，千总大人。小子，我来问你，姓神名谁？哦，我是家丁甲。啊，不，我叫杨秋池。杨秋池，你在公堂上说这个案子办得不公，你现在把那些不对的道理给我从头至尾讲一遍。大人，这人死了之后，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这人就开始硬化；9个小时到12个小时就会完全硬化；30个小时之后就会慢慢变软；70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原状。还有，尸斑可供查验。如果我们有验尸工具的话，我们可以查肝温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具体到死亡时间。您看，咱们的恋爱到现在身体还是软趴趴的，所以说那个……好了，宋知县。老杨，你怎么看？虽然听得不太明白啊，但是也有些道理。嗨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宋知县，你看着办吧。小人愿全力以赴，帮助破获此案。师爷啊，老杨，说，你这个案子不对呀！秉着科学的精神，我一定帮助你们破获此案。哎呀，这个案子都已经判了，可是你们判的不对呀！你是打哪儿想的这些知识啊？我前2天揍了一批了。小伙子，你若是敢有一丝的隐瞒，你自己说了，立死。冇问题。老杨，从今天起，他就做你的徒弟，随行办案。是师爷，咱们再去阴府重新验尸。验尸？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他。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，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？为什么